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 Dusty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很多同学在从旧制转换到新制的时候，我会关注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新旧制的分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大部分同学都是关注在科目的增减，或者是考试的 format 题数或时间的增减上面。但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新制跟旧制的分数背后的 insight。首先，我们会注意到最明显的一件事是旧制跟新制的差别。新制的分数都是以5做结尾的，但是我们来仔细看就会发现，其实它的分数还是一样，最低是200分，最高是800分。那么官方有特别明确的讲到说，尾巴的这个5只是帮助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，因为学校的招生官他们可能同时会拿到用旧制的考生、用新制来考试的考生，这个5的尾数单纯只是帮助考试的分数不会被混淆，让招生官知道谁在考旧制，谁在考新制。所以分数的最低一样是200分，最高一样是800分。但是呢，是不是就是单纯的扣掉5这么简单呢？其实完全不是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官方在后面这边又给出一个详细的对照表，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最常见的几个标准分数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旧制里面，710分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其实它背后的意义就是，只要你能够到710分，代表你在100个人里面你是 top 10。下一个数字，魔术数字是730。那么730为什么重要？是因为730它代表的是你是100个人里面的前5名，95%。最后一个魔术数字叫760分，为什么重要？是因为它代表你是全人类100个人里面的万中选一，应该是百中选一，是99%。但在新制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你今天是715分，其实就相当于旧制的760了。所以各位要小心，不要以为说哦，我在新制里面我考到710，我可能还要再继续考到765，其实没有意义，它本身就代表了旧制的760。而在新制里面的665分，其实就已经到旧制的710的意义了。而在新制里面的645分，就已经到了旧制的700分的意义了。所以其实学校在新旧对照的时候，他们会真正看的是这个对照。真正代表你能力的是这个相对排名百分位。所以请各位同学在重新设定你的分数目标，从旧制转新制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我们今天把这些数据，好，那为了数据整理方便起见，我就没有把旧制600分以下的数据放进来做分析，因为大部分人，你如果考的是600分以下，我想我们都还是要重考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在这边放上从旧制600一直到旧制800分。好，那当然为了等一下对照方便，我们也把这个5的尾数去掉，我们让这个数据让 GPT 去做分析。好，其实一方面 Dustin 也是想要测试看看他在解 IR 未来怎么解 IR 的能力。我们让他去做分析，做出来这个折线图，你所看到的浅绿色的点点的线是旧制 GMAT， 深绿色是新制 GMAT。我们可以看到旧制跟新制在50百分位一直到90百分位的地方，节律差别是不大的，它是像平移一样往下挪了。那这个往下挪的空间为什么到最后会重合在一起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里面值得解读的是，从92百分位开始，一直到100百分位这个顶尖高端的地方，这个差距开始大幅的缩小。那这个缩小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新制它的斜率比旧制陡峭很多。那么这个代表了什么意义呢？我们进一步的请 GPT 做分析 ，GPT 给我们的答案是，这代表了新制在极高分、高超能力的考生上面，它要更加的细分，方便更多的顶尖商学院能够分清楚谁是精英，而谁是精英中的精英。而这个对应回来，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 GMAT 官方要去改制。改制的一方面，过去大家看到的是，它把整个考试缩短，它把整个考试不管是时间或者是题数都等比例的缩短，让大家能够更便利，上手程度更高。但是实际上，官方改制的分数重新改换，最主要的目的是，过去几年整个考生的表现分布有大幅的改变，所以呢，官方开始要重新的去调整他们的分数，来让这个考试更有鉴别度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在全世界范围里面，顶尖的考生越来越多，所以原本的顶尖这一段，它的鉴别度不是那么高，它挤了一堆人。在新制里面，我们就要把它更细分，更能够分清楚谁是精英，而谁是精英中的精英。以上就是我们对新制跟旧制的分析。对于大部分还没有进90%，也就是还没有进700的考生来讲，这个地方对你的鉴别度是完全没有改变的。学校不会说只看数字上大或小，它一定会做一个对照。所以对学校来讲，他不会认错你的实力，不会因为举个例子说你今天考了600，原本目标是680，结果你在新制里面考到620，学校就以为你没有到680，学校知道。但是对于要冲击 M7 或者是其他顶尖商学院的考生而言，各位就必须要能够对于解题流程、对于阅读能力、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要表现得更加精熟，因为在顶尖的分数这一块，它的容错率是越来越低了。不仅是鉴别度提高，更重要的是考试的时候题目变少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对每一道题目更加的专注，粗心的程度就要更低了。以上是我们对新制跟旧制分数对照的分析，那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是 Dusti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